如果你还在为了做个 2K 视频，先生成再外挂一堆超分去噪音频合成插件，那这个 Minimax H3 可能会让你推翻现有的工作流。原生 2K 分辨率，时长4到15秒，关键是 2K 下每秒价格不到主流模型的1/3， 768P 分辨率下价格甚至不到主流 720P 模型的一半。就这一步，Minimax H3 的路子很清晰，它彻底摒弃了那种主模型加 N 个插件的拼凑式做法。它用了一套所谓的上下文全模态表示，把视频、音频、图片和文本全塞进同一个语义空间里。说白了，以前要分段做的任务，现在能一次性吐出来。这事儿其实有迹可循。从2026年3月你讲端到端语音模型开始，视频生成就在级联和统一之间反复横跳。这次 H3 的出现，标志着视频模型正式告别了繁琐的拼凑时代。来看个硬核场景，让模型参考视频1的镜头运动，给图像2的角色配上歌声，还要匹配音频3的音色。H3 在单次请求中就完成了所有动作，生成了带原声立体声的 2K 视频。这不需要任何后期补丁。为什么不再需要外挂超分插件？它用了一个 H3 V1 压缩器，把 100K 级别的 token 压到 4K， 并在生成过程中让模型自循环重绘，直接在原生序列里恢复细节。这就好比模型自带了高清滤镜，没别的。性能数据也挺扎眼，通过解耦生成与理解工作流，训练吞吐量比上一代架构提升了近 30%。 根据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排行榜， H3 在视频编辑领域拿到了第一，文本生成视频排名第二，图像生成视频排名第三。数据摆在这儿，对开发者最直接的就是账单变化。目前第三方追踪显示， 2K 模式下 API 费率约为每秒 0.13美元，对比动辄每分钟20美元以上的传统方案，这把高精度视频制作的门槛压到了工业化能接受的区间。这玩意儿和之前聊过12篇的 GPT 5.6 SOO 相比怎么样？ ASOO 在通用逻辑推理上依然强悍，但 H3 在多模态融合和视频一致性上走了另一条路，一个是通用的脑子，一个是视频制作的重器。有一点得泼冷水，目前 H3 仅支持 API 调用，无法在本地离线跑。如果你追求极低延迟的本地即时渲染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而且输入限制挺多，提示词不能超过7000字符，请求体总大小不能超过64 MB， 建议直接甩 URL 给它处理。放弃拼凑，回归统一， H3 证明了视频模型正朝着生产力工具演进。这不仅是算力的节省，更是工作流的彻底重塑。处理敏感文件时，记得看好它的社区授权协议，还没玩明白的话，先拿 API 跑测试就行。